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的直播就从现在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啦。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声音还有图像，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正常，我们就可以开始直播了。好的，感谢秦朋友又帮忙确认了呀声音和图像。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标普大盘。那么周五是一个出现普跌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降息的可能性，下半年降息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没了，有可能要加息甚至，所以市场出现了一波快速下跌，普跌。那么今天是出现一个强势反弹，但是呢，这个反弹我们要判断的就是，这个反弹只是一个小周期的一个弱反，然后继续下。还是说能够在小周期里面做一个中枢再下，对吧？或者说出现一个微转也可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从今天开始要分析的。但是本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 CPI 数据。我在周五在周末复盘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那么 CPI 数据会决定这个是否要继续向下延续，还是说能够往上弹一弹。但是本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周五 SpaceX 要 IPO 了。SpaceX 这周五要上市了，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件，因为一个这么大的体量的一个公司的 IPO 会抽掉市场的流动性，对吧？大量的资金都去打新去了，都去买新股去了，都去炒作 SpaceX， 那这样市场的流动性会看这个市场的流动性会不会出现枯竭，这个对市场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考验。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那么现在日线上你看不到什么东西。日线上现在只有4根 K 线，今天跟周五是一个包含关系，所以它是一个中阴段，现在是一个中阴段。你需要看那个结构的话，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1小时。那么1小时上很清晰，1、2、3，三不背驰，这是我之前跟大家常说的这个4的反弹，你要不要做？如果说这个周期非常小的话，比如说是30分钟、15分钟、5分钟、1分钟，一般我是不做这个非常小的这种周期的反弹，就4的反，我可能不做，要等待一个5，甚至是5可能要6和7，对吧？如果说5不背驰，不跌破前面的低点，那就是一个2买，一般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1小时，或者说1小时以上周期的这个4的反弹的话，你是可以参与的。如果说你的参与这个做不到这个1小时的，那你就要降低周期，对吧？但现在1小时让我们看一下，我这里已经底分型，这个是在周五是有包含关系，然后加上今天的这3根包含处理之后有底分型，但是这个反弹现在只是站到了200小时均线以上，然后这个反弹也不够5根，然后也是刚打到0.382，现在这个反弹目前看很弱。然后从 MACD 上看，周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跌，张口张得很大，快门线的张口现在开始收缩的迹象，所以说这个反弹有待考察。小周期上可能还要在这里震一震，是不是要再打一个低点？还是说小周期在这里能够震一震，然后掉头往上走？对吧？这就是我们需要观察的。这大周期上看并不好，大周期现在看上去并不好。那么小周期我们要看一下5分钟，5分钟上就稍微的清洗一跌。那么5分钟那个3的下跌是从这个位置开始跌的，7598。那么7598下来之后是什么结构？是一个1、2、3。周五的话，其实走了这么个结构，就是第一笔非常强，第3段的话相对弱一点。那么今天开盘一个跳空高开，现在是一个。也是做了一个1、2、3，也就是说这里其实做了一个5分钟中枢，现在有了一个5分钟中枢，针对这个5分钟中枢，它现在没有方向，要么是我上去了给一个3买，要么继续往下沉，我一个反弹给一个3卖，所以现在我们关注重点就是这个最后这个5分钟中枢，5分钟中枢要不下来，其实就围绕它中枢震荡，
就是围绕这个中枢现在做中枢震荡，上去了力度弱了减一减，下来了力度弱了加一加，其实就这么个结构现在。但是指数只是给我们一个指导，具体的我们还需要看这个个股的一个情况。但是针对指数的话，现在就是你盯着5分钟这个中枢，基本上就能把节奏做的相对好一点。好的，我们现在来分析大家的这个提问。前面又问了一个 SMH， 这是一个 semiconductor 跟芯片相关的一个 ETF， 想找大级别的机会买入是吧？那就日线以上是最好的结构，你起码这个日线上这里要回落够一笔呀，前面这些都不够比，都是小周期才有这里，比如说这里有一个1小时中枢可能是。那么你要是用黄金分割，也可以先简单的测一下从这个起涨点，对吧？它能砸到某一个位置，但是现在看，如果说你把这个再加上一个周期，加上一个这个回落的点0.236，现在是跌到了0.236，但是弹了一下，对吧？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点，就是看它能不能到0.382，这现在不知道啊，所以日线以上的周期就比较大，基本上交易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频繁。其实对这种票的话，这种基金，我的建议其实是做定投，就是不需要管它涨跌，因为定投呢其实是买一个平均值，因为你不会买到最低点，也不会买到最高点，那么的话，你就会这个买一个平均值，所以这个的好处其实是用定投可能更好一点。那么针对这个的话，现在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说你非常看还是3-5年的周期看好这个芯片相关的，就去定投，或者说你如果说更精确一点，比如说你每个月发工资那天去定投，如果说你发现它可能还要再延续一下，那你就可以再等2天，其实就可以结合你的技术判断，再结合你想定投那一天，比如说但是你可能发现我想定投的前一天，出现了这个底分型了。那么你可不可以前一天提前1天买呢？当然可以了，对吧？就结合它的结构和你要定投买的那一天前后快一天慢一天都可以。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调节。但是针对这种的话，你要是用技术分析来这个买卖的话，其实更累，因为你的买的量又大，周期又长，其实定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好的，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然后 Lily 问一个 GDXU microsector 3倍黄金的，我看发现这个 Lily 朋友对黄金挖矿的是很喜欢挖矿的这个公司啊，或者说我记得这个是当时你问的时候3倍的，还是你是真的在这个行业还是怎么的，就非常了解这个行业是吧？所以对这个行业还挺那个其实对黄金我也是同样的这个看法，我的个人看法就是定投，但是不要用3倍的，你要用没有杠杆的来定投。毕竟现在这个各大央行还都在买这个还在买这个基金，还在买黄金，然后你去这个3倍的做短线，你累不累呀？对不对？所以没有啥好位置。你又是3倍的，你需要非常强的技术分析，非常强的操作能力，你才能做好带杠杆的，因为它的波动，尤其是损耗也大，波动也大。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对自己的技术分析非常有信心的情况下才去玩这些 ，otherwise 我不建议这个小散户去做这些东西。你要可以做，那你就买那个1倍的不带杠杆的，对吧？那个的容错率更高，杠杆越大，容错率越低。你如果说又没有那个狠劲儿，你又没有说止损了，破了某一个位置我就止损，你又没有那种狠劲儿的话，你去玩这种3倍的，得不偿失。你花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你倒不如把这个资金、这个精力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标的上，对吧？是我之前在
周五的直播的时候，还是周几的直播，就说我们要赚容易赚的钱，你要用牛刀去宰鸡，这是禅师说的，用屠牛的刀去屠鸡去。为什么？降维打击。就是说你用一个屠牛的一把大刀，你去杀鸡不是很容易吗？对不对？不要迎难而上，而应该降维打击，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容易怎么来，怎么容易赚我怎么来，而不是说怎么复杂我怎么来，怎么难我怎么来，怎么容易亏钱我怎么来。你不是这个给自己找麻烦吗？对不对？所以说针对这种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很多好的建议。如果说有能力去操作3倍的，那你就不用问我了，你没必要问我，因为你已经能力 handle 这个3倍的杠杆，没有好位置的，你就去做短线，做这个1小时啊、5分钟啊，你就来回进出就完了，对吧？没有好的位置，所以说我没有好的建议给这种玩杠杆的这些标的，没有办法，所以自己有能力就上，没有能力就算。我们再往下看，58499问 FSL， 这是跟太阳能还是跟什么能源相关的这个公司是吧？那么最近这波能源也是因为数据中心啊这些都需要能源，这是卡脖子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波能源的看来又起来了。回到哪里可以把减仓的买回来，对吧？不知道你在哪个位置减的，对吧？首先我不知道你哪个位置减的，但是那么现在是走了一个从这个182，之前你分析或者你问的时候我们分析过，应该1、2、3、4、5，现在走了个5的，走得很强，没有背驰，具体在哪儿减的不知道，但是呢现在也是跟随大盘，周五也是跌了11%。那么我之前说过，你只要有减仓动作，那你就敢买回来。因为你上面卖了，我们下面就要买嘛，买多买少是一个问题，但是具体买不买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你前提是涨得高了，背驰了，有3段背驰了，有5段背驰了，你要去勇敢的去减仓，对吧？3段背驰向上的话就去卖，向下3折打3折打5折，你要去买，就简单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它也是一样，它没有方向在这个日线上。那就看它不是一定要回落够一笔才能够结束，它可以是这个只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就是这个5没结束，可以继续往上涨。所以说你卖了，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在这个位置卖了，但是你这个位置下面这个位置没买回来，因为它不够你的级别，或者说你这个觉得应该它回落够一笔之后你再买。但市场并不按照你的预期来走啊，它可以是前面这一笔没走完，再次突破320.95，这就会造成你上面卖的下面没买回来，就是说你这一小部分的仓位会踏空。但是我们一直说，长期看好的一定是有底仓的，所以你的底仓是不会踏空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情况你就再等，比如说它再次突破了，那你就只能再继续等这个位置买进。但是后回落的这个位置买进的肯定比你前面这个地方的减仓的位置要高，也就是说你相当于一个高买高卖，但是你又高买回来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首先这个是没有问题，很多人觉得啊，我在前面这个位置卖了，我又要用更高的位置买回来，这不是做错了吗？这不一样，你只需要对你的最后一次交易负责。我这里强调一下，这个我也是最近跟一些老师跟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也是别人就是说总结出来的也好，或者说这个也提醒了，因为虽然说我之前知道，但是并没有去刻意总结这个，就是说你每次交易的时候只需要对最后一次交易负责，就是你的最后一笔交易负责。比如说你交易这个股票，你只需要最后一笔交易是否盈利，是否赚钱。你这个位置你可能在下面这个位置买的，然后在这个位置卖了，你这是叫一笔交易，一买一卖叫一笔交易，这个交易你是赢了，你就对这一笔交易负责。这个交易之后，比如说它又上去了，那你再次买回来这个位置，那你就要保证你能够在盈利的情况下卖出，这是一买一卖，这是一笔交易。所以你不需要管你前面，比如说我卖的这个位置，你不需要管这个。很多人有这个心理障碍，我前面卖的这个位置，我后面要在这个位置买，它是有心理障碍的，它是买不回来的。
所以说我们要破除这种心理障碍，就是说你只需要对你最后一笔交易的盈亏做你的这个计划也好，做负责也好，对吧？你即使是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买了，然后没想到它有一个快速杀下来了，你就需要止损，你只需要对最后一笔交易负责。所以说现在你问哪个位置买回来不知道啊，因为它可以是小周期，它继续延续，那你就需要降低更小的周期，对吧？比如说现在1小时上它是一个1、2、3，跟那个指数一样，就这个位置它可以是一个4反弱反，然后再给你一个5，也可以是一个微转上去。那么怎么能够做到更好的进出呢？那你就需要，因为在1小时上没有结构啊，你只需要降低。我们刚才已经拿指数做例子，你需要到5分钟上，那不一样的结构吗？5分钟上也有一个，哎，一笔上去了，下来了，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中枢，5分钟也有一个中枢，那么你就需要去盯着5分钟这个中枢，什么时候给我一个，比如说它也是可以在这里断开，5分钟上在这里断开。然后在这里做2个中枢，做两次回落，哎，你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尝试买一个。但这个周期是5分钟上的买入，5分钟上比中枢的买入，然后它可以上去，但是你要拿最后这个276.02这个位置作为你的防守位。如果说跌破了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跌破了位置，意味着这里这个中枢就变成了前面这个下跌没结束，它可以这样走，但是它也可以这样走，所以这就是在小周期交易的时候你要带止损的原因。因为你小周期交易，它可以是这个结构没完成，你是交易未完成结构。好的，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应该怎么去操作，应该看什么，而不是单单盯着某一项，这绝对是一个多周期的一个这个立体的交易。好的，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秦朋友问了一个 BE， 但是下面有一些新进来的 Shelly 问了一个 No， 我们需要先分析一下他问的这个，然后如果说没有其他人问的话，我们可以再折回来。这个 Service Now 就是这个跟软件相关的，对吧？当时有人想在这个位置买的时候，我就把它拦住了。有人问我说，在弱势情况下没有出现多头强的时候，你不需要动，等到什么某一天开始大涨的时候，你再进再追都来得及。那么它在这个就是5月14号和5月15号连涨了，基本上连涨了，5月14号涨了3.9%，将近4%，5月15号涨了5%，对吧？就出现这种强势的时候，你再追都来得及呀。你现在看它从这个位置追进去。44%，我们不是在这做马后炮，对吧？你要是可以去看我当时当下在这个位置跟大家这个问的这个提问的时候，我怎么分析的。很多时候啊，你看某一个 YouTuber 的分析，你主要看他连续性，你主要看这个人的分析对你有没有用，主要看他的连续性。你不能说涨的时候是一套分析方法，跌的时候也是一套方法，那这不管用啊，他这个方法是不管用的。你只有说在涨跌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也没有办法预测的情况下，你用什么方法来分析？你可以用这个来看这个人的分析方法到底有没有用，他有没有连续性，能不能够对一个连续的市场能够做出一个判断来，能够制定一套这个交易策略来，而不是说我涨的时候怎么说，跌的时候怎么说，是另外一套说法，那就完了，对吧？那么针对这个的话，成本105想加仓，成本105非常好啊。基本上在这个位置，那么上面减没减？首先上面减没减仓，对吧？这是重要。你不能说我上面不减，上面上去了，然后出现顶分型了，又到200天均了，然后又下来猛加，这是有问题的，对吧？我们是一买一卖，或者说一卖一买，这样的话你才叫一个闭环交易，而不是说你只单买。或者说有一种也可以，我说我每次只买一点，对吧？只买一点，然后每次回落买一点也可以，但是这个的话，你的仓位就不能太大。那么我不知道你是哪种情况，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你想是成本105，但是现在想买回来，那么现在也是回落也是够一笔了。现在这个回落也是够一笔，但是呢，它前面这里的话，因为它这里的回落呀都不够笔，所以说它这个是需要把这一笔延长出去。
也就是说这一笔延长到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周线上够不够一笔。哎，周线上也够一笔了，所以说它这一笔走的就比较强。你发现没有？它的周线上这一笔刚好也是顶到了这个200周，刚好顶在200周附近。就很多人就是有点较真儿，或者说觉得必须要顶在200周均线一点都不带差才算说顶到200周，哪有那么准确的事儿啊？很多人都有提前量的呀。你不但是你在交易，所有人这个美股之所以这么牛的原因是全世界的人都在交易美股，所以说到了200周附近，他就有的人就卖得早，有的人可能已经赚钱了，他少赚一点，他卖得早就会出现，哎，离这个均线位置就差一点，没有碰到就开始回调，对吧？你不能说啊，没碰到这个点位，没碰到这个均线，它就不成立，那你这就是一根筋的这个思维。所以说它这里可以是2周，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它可以是周线2中枢没跌完继续下，你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它可以是再次跌破这个81.24，也就是说这里有第二个避中枢了，或者说，哎，我跌到这个位置又出现这个一个回档，也就是说这里可以有一个周线的一个中枢，那么我可以跌到这个位置，那么前面是1买，这个位置可以是2买，然后上去的。所以你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它可以跌破这个低点，那就是走这个小 C 段。所以说不要觉得你的成本比较低，那就觉得好像不能够再次跌破81.24，这是没有绝对性的。那么以这种思想来分析它的日线的话，我们要带着这种思想，因为它这一笔啊，在这个周线上是一笔，日线上也是一笔，因为它这些回落是不够一笔的，所以说它这个造成这种比较特殊的这种情况。那么现在你需要。我们先简单测一下它这个从最低点的一个回落，现在是到了这个接近 0.5 了。就我的建议是再等一下，再等一个底分型。那么它这个因为前面这5、6天跌的有点快，我们看一下它的1小时应该是结构并不是很充分。这里有反弹，周线上这个1小时上是有一次反弹，够一笔。你看到没？它就是这个1、2、3段。就是1小时上这里跌了一个1、2、3，那么我们现在要去测一下这个1、2、3它有没有背驰啊？跟这个指数是不是类似的？哎，刚好是这个等比例，看到没有？刚好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然后今天是一个低开，快速往上拉，所以这种其实是很容易做短线。你发现到了这个位置，你就盯它就好了。什么时候短线5分钟、1分钟上快速往上拉的时候，你就可以进。这其实就是做日内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就去盯它的5分钟，对吧？你这个5分钟上这里不是有一个中枢吗？它低开的时候在这个位置不远，你发现离这个最后这个中枢这里不是有一个类中枢吗？就是你找最后这个5分钟的这个位置，你发现它开在这个下面了。今天不就开盘就开在这个位置吗？离这个中枢非常近，开盘之后快速回拉，那你就可以进。这个位置你可以进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刚回中枢你就进。那么剩下这段你是能够吃到的呀，你这个是很容易做到一个2.28%。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百分比并不大，但是你做短线嘛，不就是一个快进快出，就吃了一小波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不是不能进，而是你找到你要交易的这个周期。那么现在这个5分钟的话，因为它这个1小时反弹还不够一笔，对吧？可以是一个1、2、3、4的4的弱反。就是这就回到我们刚才分析指数一样了，这个4可以是弱的，也可以是强的。至于你做不做，就看你的周期。因为1小时上的话，它可以是一个 V 上去的，那么你就需要盯着5分钟这里，是不是？哎，现在又回到5分钟了，那就是哎可以是一个1、2、3，这个3不背驰的话，那就可以是4和5，它就可以 V 上去。如果说它这里可以给你2次反弹，2次回踩。那就变成了介入段，那你就每次都需要买这个回踩，它可以飞上去。还有就是往下走怎么走？那就是这个介入段没跌完，可以是下去，然后这样走。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5分钟在做这个进出的时候，你要带止损的，因为这是你进场的依据。进场的依据就是这里可以断开，我可以走反向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Service Now。58499朋友说258减了是吧？你刚才说的258减了就是这个 FSLR，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他说的这个258减了，258减在这个跳空缺口这个位置，基本上
虽然说不是最的这个相对偏低一点的位置吧，你是捡在这个位置258，那么这个是320，就是说还是那句话，你这个只要是赚的，你可能没赚在这个顶尖这个位置，但你只要是赚的，你的心态就不应该会太差。所以你已经明白了对吧？所以说就按照我刚才跟你讲那种，就是留着一点底仓，看好一个股票的话，一定要留一点底仓，就防止它你卖错了位置。然后心态会变得很差，你就很容易追在这个320这个位置，这就是留底仓的原因。你只要手里有点仓位，你就不会太慌，然后利用小周期再加回来。然后 Shelly 说那个140减过仓啊，那很好啊，140基本上减在这个尖这个附近了，对吧？140附近减过仓。那么如果说你在上面只要减过仓位，你下面就可以胆子稍微大一点去买。比如说这1小时上出现了这个等比例的位置，你也可以进一点，对吧？如果说这个位置被跌破了，那你就可以，其实如果说你这个上面有减过的话，你这个位置是可以不止损的，或者说你可以这个稍微买一点，这个位置稍微买，比如说你买一半，就卖掉那些仓位的一半，比如上面你减了10%，那我就先买5%，就是为了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这个容错率高一点。对吧？你这次买了5%，它又被打掉了，它继续往下沉，比如说沉到了120均，你可以再买5%。也就是说，你在不能够交易的很精确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仓位分批进。好的，还有这个最后几分钟，我们来分析这个听朋友问了一个也是跟能源相关的，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分析过它的基本面 ，Bloom Energy， 那么也是能源相关的，又是给这些数据中心供电的，对吧？供能的，那么它的结构，出现了一点新的结构，我们把这个新的给它画出来，这是日线上新走出来的。那么它这里其实是，这4根 K 线破坏了前面这个低点，但是你在画的时候啊，其实没大所谓的，你前面这一笔画在这里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说你可以用特殊画法，其实现在就是用一个次低点。用一个次低点到一个前面这个高点来画的这一笔，如果说你这些都按照严格定义的话，你可以不画这些，也就是说直接一笔到这里，然后现在是一笔上一笔下，这样画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想要一个中枢，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把这个前面这个低点这里画成一笔下一笔上，然后再到一个新的这里。这样的话，就日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但是即使有中枢的话，这个中枢也只不过是一个暂定的一个中枢。为什么说暂定呢？因为它这一笔你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只有新的一笔生成之后，你才能说这个中枢是固定的。现在这个中枢还是一个暂定的。那么你关注重点其实也不需要关这个中枢，就看这个最后这一笔的这个延续是否继续延续，还是说已经跌完了。然后这里也有这么一个中枢可以左反向的，那么就是重点就看最后这一笔。那么1小时上的话，我们可以把其他的清掉。这里是一笔下上，但是这个回落也是不够一笔，那就可以直接一笔就画到这里，然后，这里刚好够，所以这里是做了一个1小时中枢。这里做了一个1小时中枢，那么现在开始是，这是1小时中枢的接触段，然后2次回档做确认，然后开始走离开。但是它这个离开啊，这个离开段的 MACD 张口张太大，张口张大说明动能强，说明小周期的动能强。我们先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有没有背驰啊什么之类的位置。现在还没到背驰点，或者说还是处于背驰内。240的话是它的这个等比例的位置，跌到这个位置跟前面的这个空间是一致的，现在还没到。那么在最后这段，基本上在5分钟上应该有3段或者有5段了。我们可以最后利用这一点时间看一下5分钟上这个反弹不够，这个反弹也将8够一笔，但是也是有点勉强。那么它最终的5分钟的中枢在哪里？这里是这里做了一个最终在这里做了一个5分钟中枢，也就是说它跟周五跟今天它结合出来这么一个5分钟中枢，所以弱，你发现没有？它偏弱，它还在这个中枢内部在这震，有可能是比如说再弹一次，
然后再继续下。就这个5分钟这个结构现在还不够，或者说没有强势表达出来。所以我的建议啊，也有可能这个1小时这个离开段要去到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等比例那个位置附近才能停下来。240.94、241附近吧，或240附近，看它沉到2405附近能不能够再往下沉一沉。比如说这里再往下沉，如果说快速往下走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就不能进。什么时候？比如说，哎，我在这里做出2个中枢了，有可能这段要结束了。现在目前看的话，它偏弱。今天这个票，你像那些 AI 相关的那些什么英伟达，那个英特尔啦，什么 AMD 啊，涨得都非常好。你看它就偏弱。整体来讲，你像能源相关的可能就稍微弱一点。在它弱的时候，你要进的时候就更要有耐心，晓得吧？尤其是我要等一个明确的多头的一个转换，尤其在5分钟上都没有在这个中枢之上，或者说在5分钟这里，我起码要如果说以这个最低点作为一个分析的话，5分钟上有没有都这种结构都没有？我要等这种结构，也就是说我这里要做出一个中枢来，我可能会去买第2次回落，尝试看它能不能走出去。那这样的话，就以这个前面这个低点作为止损，5分钟。这样做的好处是，5分钟你为什么要进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后面这能不能出得去，而且还有就是说，5分钟上这个中枢，5分钟上这个周期，你进的仓位很小，你从这个出现2次回落之后的这段的空间很小，我们可以测一下。打个比方，跌破前面这个位置只有2%的空间，然后再加上你很小的一个仓位，这个损失你是能够承受得了的。也就是说，你的试错成本很低。一旦它走上去的话，那你就有底仓了，你的心里就踏实了。你可以在后面再用其他的仓位去跟。所以说，你可以用一点很小的仓位就能够去要去试单，其实这是类似一种试单的方式，用很小的仓位，如果跌破了我就走，我就亏点；如果说上去了，那我就继续跟这个5分钟，这第2次这买的我就一直拿着了，剩下那些我就继续跟去，利用另外的仓位继续跟。其实这就是分批分金，禅师说的叫分区卷钱，不同的周期进不同的仓位，然后利用不同的仓位来卷钱，就是来赚钱。好的，那么的话，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分析这么多了。感谢大家。